大家好，我是 Seth。本期视频中，我将为大家演示如何向虎鲸笔记中导入图片及其他各种类型的文件，以及我会向大家演示一下虎鲸笔记中都有哪些块类型，它们分别是怎样的一种使用方法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导入内容。你可以将文件或图片拖拽进虎鲸笔记来导入内容。如果文件不在虎鲸笔记的 Assets 文件夹中的话，你会看到一个选项：拷贝入库。拷贝入库的文件会被复制一份放在虎鲸笔记的 Assets 文件夹中，它会随 S3 云存储一起同步。或者选择链接，选择链接时将在虎鲸笔记中创建一个到原文件的链接，而这个原文件并不会被拷入到 Assets 文件夹中。拖拽不同的文件会有不同的效果。那在我们拖拽时，会有一个虚线框和一个横线，它们共同代表我拖放的这个文件会被放置在哪儿。这个虚线框就代表我当前需要放置的这个副块的范围。比如说，当前在这个位置，如果我松手的话，那么它就会被放置在如何导入内容作为它的子块来放置。这里 Excel 文件会以文件链接的形式存在，当我们点击它时，会打开对应的 Excel 文件。我们再来拖放一个音频块。另外，对于故事，音频块是可以播放的。再来拖放一个视频块。最后，我们来拖放一个 PDF。对于浏览器中的图片，我们也可以进行拖拽。譬如说，这里有一张图片，那么我把它拖到虎鲸笔记中。这个时候呢，被拖拽的图片就会自动拷贝入库，因为它在浏览器中并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文件，所以它只能被拷贝入库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用拷贝的方式来导入内容。我们先把刚才拖拽的内容全部都恢复回去。来到我们的文件浏览器里面，那么我们可以选择拷贝，然后来到虎鲸笔记，找到我们要粘贴的位置，用粘贴命令来进行粘贴。那么你会看到同样的这个选项框是拷贝入库还是做链接。同样，其他的文件也可以用拷贝、粘贴的形式来进行导入。那这里就不再做重复演示了。在浏览器下面的图片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可以右击选择拷贝图片，然后来到虎鲸笔记里进行粘贴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虎鲸笔记中的各种类型的块。我们先从图片块开始。那在讲图片块之前，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我们的系统配置，我们的软件配置。在编辑器中有两个关于图片的选项，一个是自动下载网络图片。如果我们所用的图片是网络链接的话，那么开启这个选项就可以自动将网络图片下载，并且拷贝到我们的库里。那压缩图片的话，也是建议大家开启的。开启了压缩图片之后，拷贝入库的图片会自动进行压缩，这样可以大大节省磁盘空间。好，我们回到图片这儿来。虎鲸笔记中的图片块是支持 OCR 的，所以我们在这张图片上可以看到有文字，那么这些文字都会被 OCR 识别出来，它可以用于检索。我们也可以在这边将 OCR 的文本复制出来，或者是清除掉 OCR 的文本。如果我们不想在检索的时候去使用这个 OCR 文本的话，我们也可以点击 OCR 按钮来重新进行一次 OCR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例子，比如说我们打开全局搜索，然后在上面输入投入两个字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检索出的图片块，它检索出的正是文字上面的这个内容。
好，介绍完 OCR 之后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很多块都通用的一个功能，那就是当一个块不是文字块的时候，我们的鼠标浮动上去时会出现一个向上插入的按钮，还有一个在下方插入的按钮。这两个按钮是方便我们快速在不可编辑块的上下方来进行插入块的。那么同时，这种非文字块的话，它也有一个自折叠。当我们自折叠的时候呢，它就会显示成这样子一个折叠的状态，并且会有一个描述在这边，我们可以去写一个描述。这个描述呢会在将来用作搜索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去搜索图片演示的话，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图片块呢就被搜索出来了，因为它这个自折叠之后呢会有一个 caption， 那它会用于这个搜索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还可以通过拖拽图片右边的这个条来调整它的大小。调整完大小之后呢，我们还可以用这个菜单来做居中或者是靠右的这样子一个调整。还有一个就是最大化图片，那它会把当前显著的图片以及我们编辑器中其他还有的图片，以这种放大浏览的方式来查看。双击右侧的这个条可以恢复图片的大小。我们来看一下视频块。虎鲸笔记中的视频块支持本地视频、网络视频以及各大视频网站，例如 B 站、YouTube、百度网盘的视频等等。我们也可以利用视频块来做视频笔记。一般来讲，我们会开两个面板。比如说这里我们可以 Shift 点击视频块的这个抓手，这样子的话可以在右侧弹开一个新的面板，然后我们将右侧面板中的视频最大化。这个时候我们在左边来做视频笔记，右边来播放视频。那么我们抓到的视频的这个时间戳，譬如说这里，我们点击这个复制时间戳，然后在左侧粘贴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戳来跳回到这个视频的这个时间点上。比如说我们从0开始播放，然后我们点击这个视频时间戳，它就会跳到5秒的位置，再接着播放。同时我们还有一个截图的功能，譬如说我要截当前这一帧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工具条上点复制截图，然后在我们的编辑器里面去粘贴。另外，视频还有调整播放速度的功能，以及画中画的功能。视频块与音频块有差不多类似的功能，所以这里我们就不再赘述了。接下来我们来详细看一下 PDF 块。那 PDF 在虎鲸笔记中有两种呈现方式，一种是当前我们看到的阅读器模式，另外一种就是工具条上面有的显示为链接的链接模式。在链接模式，当我点击这个链接时，会以系统默认的方式去打开这个 PDF 文件。我们来着重看一下这个阅读器模式。那阅读器模式里有很多功能，包括显示 PDF 的标题、它的目录，以及它现在里面的高亮。那暂时还没有高亮，待会儿我们会看到高亮。在 PDF 中搜索暗色模式，那这个暗色模式的话比较适合夜晚阅读。还有就是上下翻页、缩放以及批注和最大化等等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演示一下结合 PDF 来做笔记这样子的一个场景。与视频块类似，我们会希望在侧边栏打开一个 PDF， 然后将它最大化。同时我们调整一下这个缩放。然后呢，我们会在左边进行笔记，右边进行批注。比如说我想选中这一块进行批注，那么选中文字之后呢，我再选一个批注色，这样子这个批注的引用呢就已经被拷贝下来了。我粘贴在左边。好，假设说现在我们在其他页上，那么现在回到左边，我要点击这个链接跳转到我刚才引用的地方，
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按住 Shift 进行点击，也就是在侧边栏，也就是在侧边面板去打开并跳转。所以你看到它会跳转到我们的这个当初这个引用的地方。那么选择区域还有一种模式，就是我们工具条上显示的这种切换区域选择。我可以点击这个按钮，在文字选择和区域选择之间进行切换，也可以按住 Option 键去临时的将选择置换成区域选择的模式。比如说我要拷贝这一段落，那么我现在按住 Option 键，然后选择这一段落，再选择一个颜色，那么它就被以图片的形式被引用下来了。我们在左边粘贴一下看一下，在这个图片的 toolbar 上，你可以看到它多了一个跳转到链接。那么假如说我们现在在 PDF 的其他页，我想跳转回这个图片引用所对应的 PDF 的位置，我就可以按住 Shift 点击这个跳转到链接，这样子的话，它就会在我的侧边面板里去进行这个跳转，它就会回到这个引用所在的这个位置。在 PDF 的引用里，我们点击这个 PDF 的引用区域，就可以弹出一个菜单。那我可以更换它的引用的颜色，或者是复制引用，或者是把它这个引用给删除掉。好，现在我们再来到 PDF 的这个目录和高亮菜单里面，就可以看到我们那个当初的高亮。有文字选区的高亮会显示文字，那么以区域选择的会显示一个长方形的一个颜色块。点击对应的内容，就可以跳转到对应的这个引用的地方。那这就是我们的 PDF 块。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白板块。你可以通过斜线命令来插入白板。双击打开白板，并进入编辑模式。虎鲸笔记中的白板是基于 Excalibur 的，一般的 Excalibur 的功能都可以正常使用。除此之外，你还可以在白板中创建块。点击工具栏上的插入新块，插入一个新的块。双击或者点击开始交互来进行交互。让我们来插入一个公式。除了在白板中新建块，你还可以将已有的块拖进白板中。例如这里我们拖入一个页面，双击可以进行交互。点击右上角的眼睛，退出编辑模式。虎鲸笔记中，通过将白板与块进行结合，可以在白板中呈现各种各样的内容。譬如说，我们刚才演示到的数学公式，还有我们没有演示的，比如说插入一个视频块来播放视频，这使我们的白板能够具有更丰富的展现形式。好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关注、点赞不迷路，我们下期再见。